马来西亚电动车免税的政策让奥迪 Malaysia 终于能够推出一款具有价格竞争力的车型，就是这个奥迪 Q8 e-tron 加上奥迪 Assurance Package 的价格从402,790块起。它的同级对手 BMW iX X-Drive 40和 EQE SUV 都是在马币40万起。因为我们来看奥迪 Q8 那些 CBU 整装进口的奥迪要从马币900千起。900千奥迪 Q8， 然后这个马来西亚组装的 Porsche Cayenne 才是600千，然后这个 Touareg 差不多是472千，它每一个 segment 都比人家贵一个 segment， 从奥迪 A4、A5 到我们之前介绍过的 Q3 Sportback、Q5 等等，全部都比 BMW、Mercedes 贵一个100千到200千。当然，电动车就不是这么一回事，因为奥迪 Malaysia 过了这么多年。终于能够和 Mercedes-BMW 处在同样一个起跑点。从影片开始前，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Let's go！ 有趣的是呢 ，Q8 e-tron 虽然是一个纯电动车，但它并没有像 iX 或 EQE SUV 这样子采用封闭式的前脸，这边还是能够看到一些通风口、一些进气的地方，加上这边也有这个 Air Curtain 气帘。那这个 Q8 e-tron 最醒目的地方就是在它的 logo， 因为它就拿掉了以前奥迪的那个 Chrome 的 logo， 用了这个凸立的 logo， 还是你比较 prefer 那一个银色边 Chrome 的 logo？ 奥迪 Q8 e-tron 虽然名字上有一个 Q8， 但它不是汽油版 Q8 的那个尺寸，所以轴距是2928mm，BMW iX 是3000个mm，EQE SUV 是3030个mm， 所以无论是轴距还是车长，这个 Q8 e-tron 都比同级的 iX 和 EQE SUV 还要来得短，更加的小。但是呢，它的行李箱空间其实是比 BMW iX 还要来得大，无论是它的这个地板上面还是地板下面，它都比 iX 具有更多的储物空间。再来呢，虽然它是一个汽油平台改装而来，但它前面同样是给你一个非常大面积的 frunk。那我印象中 BMW iX 前面是不提供 frunk 给你的，所以就便利性载东西方面，其实这个 Q8 e-tron 虽然车子比较小，但是能够载的东西其实是比较多的。奥迪 Malaysia 的 Q8 e-tron 标配了 Adaptive Air Suspension 空气悬挂，你能够去调整车子的高度，让它提升它的舒适性或者是越野能力。差别是最低配的 e-tron 50用的是20寸 ，e-tron 55是21寸 ，SQ8 e-tron 是22寸，20、21、22。然后这个20寸的呢，就采用了 Bridgestone Alenza 001的 Premium SUV Tires。我自己的车子也是用这一款轮胎，它具有很好的排水性能跟湿地刹车表现，它的竞速性也比一般的 SUV 轮胎还要来得安静。但问题是，这是一款电动车。那它用的不是 BMW iX 的 Alenza 001，那个拥有 B Silent 静音棉和 Enlighten 轻量化技术的 Alenza 001，又或者是 BMW i7 的 Turanza 6 Enlighten EV Ready 轮胎，同样也有 B Silent 静音棉。所以我就蛮好奇，因为我很少驾到电动 SUV， 不是用 EV Ready 的轮胎，我们就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噪音会不会不像其他的 EV 轮胎这么安静。改款版的奥迪 e-tron， 奥迪 Q8 e-tron 50采用95 kWh 的离子电池，续航里程 up to 491公里，给多92000块可以升级到 e-tron 55， 114 kWh 的离子电池，续航里程 up to 571公里，电池更大。动力更加的足够，设备也更加的齐全。然后，如果你觉得这个 SUV 车型不够好看，奥迪 Malaysia 还提供了 Sportback 运动化的版本，不管是50、55还是 SQ8， 都有给你 Sportback 的版本。因为是电动车没有排气管，所以下面这个 rear bumper 整块都是高光泽黑，中间有 e-tron 的字样，所以你是很难去透过它的 badge 告诉你什么 EQ8 啦，什么 e-tron 啊，它没有这个名牌，它只有这个 e-tron 在下面。充电速度的话 ，e-tron 50支援11 kW 的 AC 和150 kW 的 DC， 那 e-tron 55就有22 kW 的 AC 跟170 kW 的 DC， 所以电池更大，充电速度就更快这样子。我觉得奥迪 Q8 e-tron 呢，它比较弱的地方是在它的后排空间。那不要误会哈，我不是说它小哈，只是如果你要跟 BMW iX 比。iX 绝对比它大，无论是从地板、腿部的空间到头部的空间等等。那背从我之前在瑞士用这个奥迪 Q5 的经验啊，我觉得它就只是比 Q5
大一点、宽一点，然后椅背斜一点。他讲到椅背呢，它是不能够调整椅背的倾斜程度，它可以整个放倒，不过它就没有给你那个 stage 去调整，反而 Q5 还有。然后再来的话，它的椅子也不可以前后滑动 ，Q5 还可以前后滑动，所以这个灵活性是反而 Q5 还好过它这样子。然后冷气的话呢，有2个冷气出风口，然后 B 的这边也有啦，所以这个对马来西亚很好，因为你放 baby car seat，这个有时候吹不到，你要靠这个东西来吹它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站在后面它并不是小，不过它就真的没有到 EQE SUV iX 的那个尺寸啦。如果你是比较常载东西来讲，我觉得倒还好。如果你要载3个人，还是去找 iX、EQE SUV 会比较大、比较宽敞。Q8 e-tron 的座舱只可以用2个字来形容：保守。真的是很保守，它基本上就是原封不动的将奥迪 Q8 的中控台搬到来这边。同样是2块荧幕，这边调整你的空调系统，这边就是娱乐系统跟你的 Map， 然后 Audi Virtual Cockpit 整个 layout 等等都跟汽油版的奥迪 Q8 没有任何的分别。但保守、传统、守旧代表它不好吗？我倒不这么认为。你看我之前介绍奥迪 e-tron GT 的时候，我就有讲了，它跟Taycan是2个世界来的，因为Taycan就是全部是冷冰冰的荧幕。但 e-tron GT 就还保留了所有的实体按钮，而且奥迪的按钮是另外一个世界的按钮。你听，你驾过奥迪、用过奥迪的人就知道，这个按钮的这种清脆的声音，就是会有给你这一种真的是在操作一个东西，而不完全只是用 touchscreen 等等。但你问我的话，我觉得这一块荧幕是有一点多条鱼啦，这可以不要掉它，用1块荧幕就可以了。所以因为它真的是一个很低配的车型，所以没有 Bang & Olufsen 音响，没有 Head-Up Display， 还有很多很高级的系统都没有。但好在奥迪马来西亚还是为它配备了这个 ADAS 系统啦，车道偏离、跟车的功能都可以在里面去调整这样子。然后等下我们再上路去试驾，因为我觉得讲它的中控台真的没有东西讲。因为你说 BMW iX 在它当时候出来的时候啊，车头、车尾到内饰都是崭新的。然后 EQE 又是另外一个东西嘛，你知道 Mercedes-Benz 全新的家族式设计。因为虽然奥迪 Q8 虽然 Q8 e-tron 不久前才推出，可是它是处于一个改款版，在之前 e-tron 已经卖了，从2019、2020年就在欧洲开始在售卖，所以就销量跟这个历史来讲，这个车子是比 iX 跟 EQE SUV 还要来得老的。这是我第1次试驾奥迪的电动 SUV， 因为此前我只是试驾过奥迪 e-tron GT 跟 RS e-tron GT， 在德国、在奥地利、在 Malaysia。然后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奥迪 e-tron GT 跟 Porsche Taycan 都是基于 J1 平台打造。然后 Q8 e-tron 就是基于 MLB Evo， 然后比较罕见的是这个平台电动版的 MLB Evo 就只有奥迪 Q8 e-tron 在使用，这个在 Volkswagen 家族是比较罕见的。好像我们说这个 Q6 e-tron 就跟 New Macan 一样，采用 PPE 的纯电动平台打造，然后 Q4 e-tron 的 MEB 平台也用在 Volkswagen ID3、ID4、ID5、ID6、ID7。所以这个 Q8 e-tron 就是说我很难在 Volkswagen 的相应车款试驾到这个底盘啦。那第1次驾奥迪电动车的感觉真的是有一种无缝接轨的感觉，因为它跟燃油车真的无论在使用界面、这个 Start Stop Button，所有的按钮等等都没有因为它是一个电动车，然后去做出一些很大的更改、很大的变动这样子啦。这是好事情吗？我觉得是 OK 的，因为如果你是从 3.0 车 V6 版本的 Q8， 你要转型成为电动车，基本上你不需要花什么时间就能够马上上手。所以动力规格方面呢，这个 Q8 e-tron 50呢是340个 horsepower， 664牛车米的，然后因为它是双马达，所以这个是前后马达加起来的这个动力数据。从0到100的话呢，它是6秒。那6秒在电动车的世界里面真的是很弱的一个表现 ，OK？ 然后你多给92千买到e-tron 55，它可以缩短到 5.6秒。然后如果你再top up，你可以买到 SQ8， 也不是很贵，500多千，你就可以从 5.6秒再缩短到 4.5秒。所以我看了奥迪马来西亚的整个 spec 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有心要买一个 Q8 e-tron， 你直接去买 SQ8 e-tron。把那个很重了，那个车重是2700到2800公斤了，因为这个
怎么讲，402,790块起的 Q8 e-tron 50啊，我会觉得呀，我知道电动车免税很便宜。你看这个 3.0 TFSI 的奥迪 Q8 还卖900千，900千，这个车子 almost 是半价而已，402,790块。但是你总会觉得呀，我还是花真金白银花了400千，然后没有 Bang & Olufsen 音响，然后你知道吗？它的皮革座椅外观套件也没有 S-Line， 然后轮圈也不是说特别的好看这样子，然后呀，我觉得设备方面还是不足啦，我宁愿可能多给一个1-2万块，至少补足掉高级音响系统，不然真的是有一点觉得不上不下这样子啦。那 OK， 我们讲回来它的驾驶啦，因为我们都知道它的动力表现并不是特别的突出。这个加速起来的时候，我们现在去到 Dynamic Mode、S Mode，and 3, 2, 1 Go。没有任何的 fake sounds， 没有像 BMW 的 Iconic Sounds Electric、Mercedes-Benz 的 Sounds Experience， 哇 ，Body roll， 奥迪就是奥迪。你不会因为它是电动车，它就牺牲掉它的操控驾驶体验。只是我这几天驾了几百公里下来，我发现到它有一个我没有办法忽视的问题，就是它的前面2个车窗全部车窗用的都是单层玻璃而已，它不是 laminated glass， 它不是夹层玻璃、双层玻璃，所以当你的时速一超过120以上，很明显。再来，我前面已经提醒你了，它用的是 Alenza 001轮胎，它不是一个 EV 轮胎，所以它的噪音会比 EV 轮胎还要来得吵。但整体来讲，因为这个风声比较大声，它也 cover 掉那个胎噪声了啦，so far 是 under control 啦。然后驾驶的话，因为电动车最重要的东西是它的regeneration、recuperation， 然后这是我最喜欢它的地方啦。因为它就跟 Mercedes-Benz 这样子一样，它采用了 deceleration pedal，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拨片，你按一下、按2下，它就可以有2个程度的这个 recuperation。所以当你在松油的时候，你按下2个 pedal， 它就好像在逆水行舟这样子，你松开踏板，它自动帮你把车子缓缓的降下来。那为什么我觉得 regen 对于一个 EV 至关重要？第一 ，EV 很重。尤其你看它2500、2600公斤的重量，所以如果你没有很强的 regen， 你没有可调整的 regen， 你一直需要去靠你的刹车踏板，这个是一个不是很好的驾驶体验，因为你要踩到很重你的刹车，所以你在踩你的 brake pedal 的时候，它不只是在刹车，它同时还要能够去能量回收。所以 EV 电动车的 brake 跟燃油车的 brake 是有很大的不同，你需要更早的踩或者踩更大力这样子。那如果有 regen 的话，就帮你解决掉这个问题，你就不需要一直去跟这个拿捏这个刹车踏板的力度，不需要。如果有 One Pedal Mode 最好，很可惜奥迪是不提供这个。Overall 你讲664 Nm Quattro 双马达加速。如果你真的要超车，你如果真的要各车，这个 e-tron 50绝对够你用了。所以我刚才讲你要买到 SQ8 e-tron 还是 e-tron 55，纯粹是因为你要更多的续航里程，你要更多的 range， 或者你要更快的速度。就算你不要这个340 PS 664 Nm的动力，已经绝对够你用，它已经比 3.0 L V6 Turbo 的引擎还要有力很多很多很多，只是在低速的时候车子重，这个没有办法。Alright， 又到了我们做结论的时候。那这一台加了 Audi Assurance Package， 售价从402,790块起的 Q8 e-tron 50呢，我会比较喜欢它，是因为它比 iX 跟 EQE SUV 小辆，所以我在过弯在驾的时候，它会相对比较灵活一点。再来我喜欢它的就是它的车头车尾，它是比较保守一点，它不像 iX 这么前卫，它也不像 EQE SUV 这么 luxury， 真的是高调到很高调那一种。它相对的就是比较低调、比较斯文、比较 low profile 一点 ，which is 我比较喜欢这样子的一种个性，而不是到处跟人家讲我是一辆电动车，我是象征着未来，我是来自未来的，我是来自火星的一辆电动车，没有。你甚至还不知道这是一个电动车，你看到just another Audi 这样子，我就是喜欢这种just another Audi 这种感觉啦。
坦白讲啦，这个车子你说它的里面的这个豪华程度不够 Mercedes 来，它的精彩程度也不够 BMW 来。BMW 的驾驶模式 ，BMW 的主题模式有更多种，千变万化，你可以自己去搭配。然后它的悬浮式荧幕啊，Curve Display 啦，然后什么水晶排挡杆等等，都比这个车子看起来更加的值得。看起来是这样啦，把实用性，我觉得奥迪还是比较实用的。这个不是电动车而已，所有奥迪的车款都是那一种，就是有自己的坚持在啦。我就是要这样的东西，我就是给你哒哒哒的button，不是那种什么 haptic touch， 不懂自己按了没有，手指一下去按到2粒button这样子，它不会，你按1粒button，你就是按1粒button，这个就是我喜欢奥迪的地方。所以你问我要买这个车子还是买 iX， 当然你在马来西亚，因为 iX 已经很早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来到马来西亚市场，所以在马来西亚有很多人的第一辆 EV 就是 BMW iX， 这个是因为时间点的关系，因为这辆车很关键啊。大家知道在过去 A4、A5、A7 很难跟其他竞争对手 fight， 只有那个时候 A6 Hybrid 因为免税。因为当时候政府给予 hybrid 车免税的这个空窗期，税务空窗期，它就能够吃掉很多 BMW、Mercedes 的这个 market A6 hybrid。But after that， 政府的水喉锁了，大门关了，奥迪就处于那一种很难卖，甚至几乎在拜拜的边缘了啦。可是现在随着电动车免税，它可以卖 e-tron GT， 它可以卖 RS e-tron GT， 它可以卖 Q8 e-tron， 它可以卖 Q8 e-tron Sportback。这个对奥迪马来西亚来讲，可以让他们赚个几桶金，之后再考虑去 CKD 本地组装一些车型。所以还有什么疑问，你想知道的也可以在留言区问，我可以回答大家我自己对于这个奥迪 Q8 e-tron 的想法是怎样子。所以喜欢我的影片，记得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 ，follow Instagram account and like 一下 Facebook page。And see you in my next video。我是戴主义，我们下期影片见。And cut。